怎么，你还想留着韩氏吗？韩氏总归是韩家人，韩贵妃正得宠，还有丹儿、仙儿以及静儿，甚至还躺在床上的鹿儿，都是他所生。你这是不忍心吧？当初你舍得兰陵，如今有什么舍不得韩氏的？只对外说韩氏死于心疾就是，有这样的妻子，简直是耻辱。老太太，国公爷，世子爷回来了。哼，算着时间，他也是时候到家了，让他进来吧。老婆子也有3年未见我这大孙子了，只是韩氏不能留了。所幸韩氏从来不让静儿参和内宅之事，信上也未曾对他多言。你应该知道自己要怎么做。是，儿子绝不会让静儿知晓任何多余的事。孙儿西凉镜拜见祖母。哎呀，好孩子，让祖母看看你，这3年替你父亲驻守边关，日夜风沙摧磨，你都瘦了。祖母，孙儿可是长高长壮了，如今已经是个参将了呢。父亲和祖母看着都身体健康，孩儿就放心了。母亲呢？你母亲感染了风寒，加上心急，身子不太好。她这些时日在静养，修身念佛悔过，你就不要去叨扰你母亲了。等过些日子再说吧。过去母亲也搓磨了不少父亲的小妾，但祖母都甚少过问。母亲这次到底做了什么，竟让祖母气成这样？什么念佛悔过，连我都不许去探望母亲。祖母这分明是变相禁足。从今儿起，你这孩子就在祖母的院子里住3日。是，祖母只是不许我偷偷探望母亲了。老太太，出事了！墨迹儿和林氏自行了结了夫人。老太太叫您过去，这是为何？难道黎三太太过河拆桥，告发了大小姐？大概是因为我这非国公爷所出的女儿，竟胆大妄为，害死了西凉家的主母韩二夫人吧？谁胡言乱语，说您不是晋国公的女儿？人之将死，其言就算不善，也必有7分真意。这是韩氏在临死前告诉我的。嬷嬷，你不应该给我个解释吗？如果我真的是兰氏与他人所生的，国公府对我的态度就说得通了。那我还有什么资格站在这里，对着晋国公府一门大家挞伐？大小姐，你要记住了，不管外人怎么说，哪怕是晋国公不承认你，你身子里流着的都是他和兰陵夫人的血。你是国公府名正言顺的嫡长女，是兰大元帅唯一的血脉。当年的事，老奴不是刻意想隐瞒你，只是此事牵连甚广，甚至与圣上有关啊。当年夫人身为兰家军的领袖，国公爷又是边关大将，陛下根本无法放心他坐在大将军夫人的位子，让西凉无言，坐拥天下兵马。只有国公爷另娶他人为妻，与兰氏离心离德，方能解开圣上猜疑。在陛下的重重设计下，国公爷才误以为您不是他的亲生孩儿。当初陛下不过是十皇子，因母妃早逝，无人庇护，差点死在宫里。先帝为了保护他，将他送到兰家抚养，让他得到兰家的庇护。陛下与夫人从小一起长大，情同手足，却不想多年后陛下一朝登基，会下此狠手，毁掉兰家与他的婚姻。果真最是无情帝王家。若我是兰氏，还不如当初就将这十皇子一刀杀了。如今他杀不了十皇子，索性将这怒气牵连到自己的女儿头上了。难怪当初皇帝看到我反应这么奇异，恐怕他是想起了自己受兰家庇护，却亲手断送了兰家，所以才对我感到愧疚吧。可是皇帝到底做了什么，
才让西凉无言如此怀疑自己的发妻。兰大夫人的确是个被宠爱的眼盲心盲的人，可她终究是您的母亲啊。大小姐，黎三太太那里已经完事了，韩氏已经清理完毕，才被老太太的人带走的。走吧，我也该给老太太请安，顺便见见这位大哥了。你是何人？为何在此？这姑娘，家中应该不曾有哪位女眷有这般出众颜色，难道是哪家亲眷或者他府的小姐？是了，祖母他们曾来信说过，给我备下了不少世家贵女的名帖画像，只等我回来拣选。我这大哥3年未见，倒是出落得愈发萧似靖国公了。不过我的身份嘛，还是等老太太亲自向他介绍吧。等一下，世子爷，您怎么走到这里来了？老奴正四处找你呢。水已经备好了，您看是要沐浴还是用膳？韩氏，是你动的手吗？老太太一直耳聪目明，咱们国公府自然是什么都在你眼皮子下了。老婆子可以任由你们在底下折腾，但唯有一点，不许损害咱们国公府的根基，否则便不要怪老婆子不念情分，让你生不如死了。老太太，您说了这么多，不过是怕莫尔对大哥出手罢了。那就请老太太好好看着大哥哥，就算人无伤虎心，若虎有伤人意，那么莫尔自然也只能拔了他的虎牙，斩了他的虎爪。到时候您若是白发人送黑发人，可不好呢。你，莫儿一直觉得您比本家的于老太君聪明。您看，他和您斗了一辈子，却落得凄惨而死、断子绝孙的境地，而您却身居荣华处，因为你眼界高，总能看得清世事。莫儿身上流着的是哪家的血，您比我更清楚。本家是你？这孩子难道知道了自己可能是陛下孩子的事？本家覆灭，武成兵马司只说是盗贼抢掠，难道是陛下知道了他的身份，迁怒于想将他与赫赫和亲的西凉本家？好，我会看好了静儿，你也要记得你怎么答应我的。国公府再对不起你，始终都养育你一场，你不要忘了这一点。但大哥若是知道了是莫儿出手伤了他的母亲，恐怕不会愿意原谅莫儿，只怕大哥会因此来找莫儿的麻烦。今日韩氏的死是我命人做的，只因为他红杏出墙，败坏家声，其罪必诛，一切与你无关。如此，就多谢老太太了。啊，是你？静儿，来见过你的大妹妹，她如今已嫁给了德王府的小王爷，今儿正巧也是回门日。见过大哥哥。原来是大妹妹。墨儿，你难得归家一趟，怎么就匆匆回去了？为父还没来得及与岳父同续天伦。小王爷，你身子这情况已经让墨儿很不安了，我们还是尽快归家，省得母妃担心。可是，夫君，你且好好休息，勿要如此烦心。男人真是烦人，有心机的男人更是如此，整日算计来算计去的演戏，让人看着都心烦，还不如百里清。啊！我疯了吧？退！居然还觉得这老妖怪比司灵风好，
小姐，奴婢能不能向您要点这个香啊？我失眠。就你这笨丫头，这东西药性强了点儿，你注意着量来用。你们是什么人？光天化日之下，竟然敢来冒犯王府车驾！咱们乃天理教天虹旗军的护法弟子，今日冒犯的就是你这王府车驾！对小姐不敬者，杀！侮辱白玉姐姐者，也要死。媚六媚七，杀无赦，只留下所有脖子上带着万字符号的人。是。9000岁的人果然都不是正常人呢。有媚部的人在，这些天理教徒根本不堪一击。怎么，爱徒？原来3日不见，你竟如此思念为师。师父，吃早点没有？木耳这里有很多好吃的点心。好啊。这个妖孽。不过，师父，如您这样天人之资，届时自然也要生肖齐名，每日环祀。这儿过于脏乱，如何下咽？爱徒这就不懂了。其实这儿也是另一番美景。师父，您真爱说笑。是，说笑的。一切不过都是说笑的。这个人是让所有人仰望的存在，翻舌为云，覆舌为雨，所有人都怕他。可为什么他的眼里会有这样的绝望？